各位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没错，我是马 K， 今天我又要来了。今天马 K 超级忙，下午全部都排满事情了，所以现在我出来散一会儿步，然后顺便拿一下我的东西，买的东西，然后回家做饭，开始忙喽。回来喽，我的朋友们，现在回到上面去做饭。平时比较关注、比较了解 Market 的朋友们，你们也很清楚，基本上每天 Market 都会过得非常快乐、非常有意思，也非常开心。但是今天 Market 就想说点严肃一点的话题，不那么快乐的话题，也可以说是心里话，也同时可以说是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发生了之后，让我的生活有最大的一个变化的一件事情。这个事情以前是 Market 日常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这个事情就是回家找我德国那边的家人的这个事情。来嘛，我的朋友们， Market 给你们讲一下是啥子情况。吃饭了，我的朋友们，现在已经做好了。今天你们看一下 Market 做啥子东西了。今天又是特别健康而且特别好吃的一个午饭。今天还是做了三文鱼，然后虾仁儿，这边还有白米饭、红薯、牛油果，然后还有一些蔬菜，就是菠菜、小番茄，还有这个芦笋，做了2份，现在吃1份。待会儿再吃1份。然后很多中国朋友们，他们问我，Market， 你平时在家里面做饭，你是做哪种食物？你是做西餐，还是做中餐，还是什么？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，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回答我的朋友们，所以今天我想问一下你们，我做出来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一个啥？是西餐吗？是中餐吗？是西式的中餐，还是中式的西餐，或者都不是？你们如果知道这个是什么，你们就在评论区里面跟我分享一下，这样我之后也更好回答。说完了，我的朋友们，但是我刚刚说的那个让 Market 不太快乐、比较严肃的那个事情是什么呢？上一个周末，我当然跟我德国那边的家人，跟我的父母在打视频电话，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们最近怎么样，然后德国的疫情怎么样。他们说还是老样子，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然后他们就说已经有1年多了，1年半了，我没有回去。他们就说他们非常想我，非常希望我能够回来一下，跟他们过一段时间，陪一下他们。因为我们家里面也只有 Market 一个孩子，虽然说家里面还有一个猫，也算是我们的一个家人，但是他们还是非常想我，非常希望 Market 能够回来看一下他们。然后我自己，我当然虽然说每天在中国待得非常开心，然后也非常感谢我在一个这样比较特殊的一个时期能够待在中国，我还是也很希望我可以稍微回去一下，看一下他们，毕竟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了。但是我的朋友们，你们也很清楚，你们也知道最近的这个情况，现在出国去国外都是不太现实的事情，因为现在机票又贵，在国外又危险，然后去了
你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回到中国这边，而且哪怕可以回来，你还要隔离3个或者4个星期，所以这个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。甚至现在已经过那么久了，我都想象不到你以前就直接在网上可以订机票去另外一个地方，然后正常的安全的可以回来，感觉这是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事情，现在感觉有点不太可能的一个事情。所以虽然说马克都一直很想回去一下，1个星期2个星期都可以，我觉得也不需要很长时间，就是过去看一下他们，找一下我的朋友们，享受一下，然后再回到中国。但是就是因为现在的情况又不安全，又很长时间，又特别贵，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去，一直在拖这个事情。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哎呀，过个半年就好了，就可以了。那么过了半年之后，我就在想，哎呀，等冬天过了，应该就好了。那么冬天过了还没有好，我在说夏天的时候，应该真的终于可以回去了。那么现在已经到夏天了，马克1年半没有回去，而且最近也没有什么好转，也没有什么变化，所以估计今年也是没有办法回去。现在就只能看打疫苗的这个发展会怎么样，然后只有看明年有可能有没有希望去。我的朋友们，我也很想知道你们最近的一个情况是什么？你们在国外有没有亲戚啊、家人啊、很好的朋友们？你们也很久很久没有见，你们也挺想过去，或者让他们过来一起见面，一起过时间呢？请你们在评论区里面跟我分享一下你们的一个情况。所以说上次视频电话的时候，他们说他们很想我，让我赶快点回来找他们，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点难过。但是最近确实这个情况不太允许我回去，确实没有办法，只有看明年有没有缘分回去一下。但是我的朋友们，虽然说有这个稍微有一点点难过的一个状态，但是我还是特别幸福，特别开心，我能够现在在这样的时间内待在国内，待在中国。因为去年这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就是刚开始没过多久，然后在中国这边已经基本上控制下来了，在我们那边就开始爆发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好不容易回到中国，我运气还有点好，因为本来我是2月份要回来，但是所有的朋友们，所有的同事都说现在千万不要回来。那么听完他们的话，我就好好的待在我们德国的家里面，然后也不怎么敢出去，因为太危险了。然后3月底刚好中国封国了之前，我回来了，通过泰国回来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机票都超级贵，然后通过泰国也不算是非常贵。然后到中国之后，我就看到这个消息了，说中国从明天开始不让任何的外国人回中国来。所以 Marky 那个时候真的只差1天的时间，我就没有办法回中国来。这个运气也太好了吧。我的朋友们，我是觉得 Marky 和中国还是挺有缘分的，所以说去年这个时候还是能够及时的回来，非常幸福。但是我的朋友们不用难过，还是每天享受着中国这边的环境的生活，然后肯定有一天会好起来，然后可以回去，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德国的家里面，我德国的父母他们的一个情况，然后包括说德国的很多很多其他的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
哈哈，那么我的朋友们，今天我很想知道的一个事情就是，如果说事情完全过去了，没有疫情了，大家都安全了的话，你们会愿意去哪个地方呢？你们愿不愿意跟 Mark 一起去德国耍一下？请你们在评论区里面跟 Mark 分享一下。